这里明明是一座禁止穿鞋的监狱，可狱警们却个个穿着高温防电鞋。更奇怪的是，他们身上没有配备任何武器。原来，只要有不听话的囚犯出现，他们只需按下手里的遥控器，下一秒，一股强电流便会从地板涌出。虽然这种痛苦不足以致命，却让无数囚犯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。刚才的惩罚其实只是遥控器的最低一档。也正因如此，在这座近5000人的监狱里，仅靠50名狱警便能轻松维持秩序。而这里看似是监狱，实际上却是一座巨型工厂。被抓来的囚犯每天都要像牛马一样工作10个小时。为了激励囚犯们拼命干活，监狱每周都会对各个车间进行评估，表现优秀的车间会获得奖励，而表现差的车间则会被高压电当场处决。为了活命，囚犯们不敢浪费工作中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只有完成当天的任务，他们才能进入一个类似休眠舱的区域休息。那里是他们晚上睡觉的地方，刷牙洗漱的用品全都固定在墙上。可怕的是，每到熄灯时，监狱只给囚犯30秒时间，必须在30秒内躺到自己的床上，否则就会被高压电活活电死。由于这座监狱建在海面上，所有囚犯每天都拼尽全力工作，只为在每周评估中活下来。然而，眼前的杰克却根本不想待在这里。每次进入车间，他从不考虑干活，只想着如何带领5000名狱友逃出去。他趁着上厕所的间隙，偷偷用锯子锯断水管。可这天他刚锯了几下，监狱广播突然响起又有新人被送进车间了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迅速复原现场，跑回车间，双手抱头假装服从。没想到，正是这次新人的到来，让他无意间发现了这座高压地板监狱的致命漏洞。那个新来的囚犯光着脚，在反抗时竟完全没有受到电击。杰克瞬间意识到那个升降台根本没有接通电路，这意味着只要趁升降台降下时干掉狱警，夺走武器，越狱就轻而易举。但眼下并非最佳时机。回到车间后，他开始悄悄说服所有人一起逃亡。他首先找到车间主管商量对策，可主管却拒绝了。他只剩200多天就能出狱，不想在最后关头节外生枝。然而就在当晚，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。一名狱友因无法忍受无休止的折磨，选择了自杀。由于少了一个劳动力，第二天所有人都拼命工作。就在众人拼命赶工时，一位年迈的老囚犯因过度劳累，当场晕倒在车间。大家急忙喊来狱警叫医生，而这里的医生其实也是囚犯，彼此并不陌生。可医生到场后却冷漠地说，老人已无药可救，还低声告诉众人，我们根本不可能活着离开这里。随后他为老人注射了一针安乐死。所有人都困惑不解，直到第二天，他们才听说所谓出狱不过是被转移到另一个车间继续劳作。主管这才真正意识到这座监狱的恐怖本质。他立即向所有囚犯揭露真相，并号召大家联合起来，推翻狱警的统治，一起逃出去。行动开始了，囚犯们趁狱警不注意，悄悄割开了车间里的水管。当天，狱警乘坐升降机下来巡查时，2名囚犯故意激烈争吵，吸引注意力。就在狱警警告众人不许乱动时，水管里的水早已悄悄漫满了整个车间。就在此刻，杰克果断拦停升降机，狱警察觉不对，立即开火，囚犯们接连倒下，但他们没有退缩，纷纷抓起手边的东西砸向狱警。危急关头，狱警大喊启动高压地板，囚犯们见状立刻跳上桌子躲避电流。然而下一秒，水流导致电路短路，高压地板彻底失效，囚犯们一拥而上。与此同时，杰克成功爬上升降机，夺下狱警的武器，一路杀向控制室。有了武器的囚犯们不再畏惧狱警。可就在这时，广播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，全监狱将在30秒内启动死亡电击模式，所有囚犯将被高压地板电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杰克已带人冲进总控制室。狱警见大势已去，只能乖乖关闭系统。随后，主管迅速赶到广播室，向全监狱喊话，揭露这座工厂监狱的真相，并高声疾呼：想活命，就立刻冲向顶层，等不及救援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囚犯们纷纷冲出牢房，奔向自由。面对5000多名愤怒的囚犯，仅有的50名狱警哪敢阻拦，只能躲藏起来，眼睁睁看着他们逃亡。大批囚犯涌上楼顶，纵身跳入大海。然而主管却迟迟不敢跳，他根本不会游泳。杰克想拉他一把，
不料被身后慌乱的狱友猛地一撞，两人一同坠入海中。故事的最后，5000人的囚犯队伍成功逃离，唯有那位主管独自留在了这座罪恶的监狱里。影片至此结束。